上一回说到，路飞和索隆一路追回被诱拐的小玉，来到了驻扎着众多凯多手下的伯格镇。在这里，路飞等人遇到了之前在简陋村遇见的那个大胖子，号称是和之国最强相扑手的浦岛。路飞和浦岛你来我往，大战300回合后，动画组终于良心发现，让路飞将浦岛一掌秒杀，停止了无意义的水时间行为，打败了浦岛。路飞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憋足了气，大喊一声：“把你们的老大叫出来，我要带走小玉！”路飞3人的高调亮相被霍金斯的手下发觉，小弟们立即向霍金斯汇报。霍金斯用一贯冷漠的语气命令手下，千万不要对戴草帽的那个小子出手，他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瞅你那个死出，我就想给你一拳，好像路飞是你能对付得了的一样。霍金斯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驻扎在伯克镇的其他小喽啰可不管那一套。哪里来的外乡人，敢在霍尔德姆爸爸的地盘上撒野？信不信让你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路飞一听这话就兴奋了，我王路飞就不怕打架，就怕你们打不过掉头就跑。路飞把手中2代鬼车的刀鞘一丢，提刀就上。索隆在后面稳稳地接住刀鞘，一脸无奈，不会用刀就别用，真是浪费。路飞拿着2代鬼车冲入人群，用拳头左右开弓，疯狂输出，几条漏网之鱼奔向索隆这边。索隆秋水出鞘，几刀就将来犯者打倒。旁边的女装大佬小菊惊声尖叫，一脸柔弱娇羞，面对扑面而来的敌人，现在惊慌失措的样子。索隆满脸鄙夷：“你就别装了，掏出来比我都大，而且你还是个武士，岂是能被这些小喽啰吓住的小角色？”小菊一看装柔弱不好使，赶紧拔出自己的武士刀，刷刷几刀了结了来犯的小兵。3人合力不多时就干掉了杂兵。路飞左右看了看，拎起一个小老弟问道：“你们老大姓嘛叫嘛？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家里有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有几头牛？统统给我说说说！”小老弟支支吾吾半天，吐出几个字：“霍尔德姆。”路飞：“波尔德布。”路飞低对小弟大喊：“波尔德布！”霍尔德姆表示自己什么也没听见，就算听见了也不会吱声，谁知道这小子叫谁呢？那么被横纲扑倒压在身子底下的霍尔德姆怎么样了？小玉对从天而降的大块头有点懵，显然这个大块头救了自己，但小玉还没有从刚刚的惊吓中缓过劲儿来。等他回过神来想跑的时候，霍尔德姆已经苏醒过来，一把揪住小玉：“小老妹儿，哪里去？”霍尔德姆继续扑倒，丢到一边，看到自己的房子也被毁了，属下也被打了。苦心经营的地头蛇势力眼瞅着也要被一锅端了，气不打一处。属下报告，有人打了横纲。霍尔德姆一眼望出去，看到了外面大喊大叫的路飞：“给我出来，波尔德布！”霍尔德姆用腰间的狮子头咬住小玉，然后走上房顶：“老子他妈叫霍尔德姆！”路飞大吼一声：“我不管你叫阿萨姆还是什么姆，今天你要挨揍了，明白？”霍尔德姆不屑一笑：“你们是哪里来的野小子，口气这么大？难道是盗贼九天丸的手下？”路飞一脸懵：“九天丸是什么鬼？我只听过螺旋丸。”这个地方拖的就很让人无奈了。动画组将路飞和葡萄的对打又硬生生重放了一遍，然后路飞和霍尔德姆就是一直对视，一直对视，一直对视，直到本集结束。九里简陋村这里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基本上都是食不果腹。阿赫听闻伯格镇一阵阵喧闹，不由得担心起来。有人来求阿赫施舍一些专门治疗中毒病症的血汗草，有孩子又因为太饥饿喝了河里的水。而距离简陋村不远的伯格镇深处有一个专门给和治国官员们种植粮食、饲养牛羊、完全无污染的特供农业园桃园。这里土地肥沃，水质清澈，粮食多的吃不完。不过能享受到这种丰富物质的只有官僚们而已。从简陋村来这里工作的平民百姓丝毫沾不到一丁点的好处，拼命的干活，最后得到的工钱一家人1个星期的生活都不够。剥削和压迫在这里成了日常活动。在伯格镇另一边城门，真打之一的马形态人造革魔果实能力者斯皮德带着属下们将刚刚从桃园里收获出来的大量食物运输进伯格镇。看到镇子上一阵喧闹，还发生了火灾，斯皮德出于好奇，带着手下们跑过去看热闹。这一看吓了一跳，发生火灾的地方正是霍尔德姆的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另一边，霍金斯率领手下已经赶到了伯格镇的入口，镇子上的3大真打马上就要集合了。不过不用慌，除了比较抗打的霍金斯，另外2个人也只是一拳头的事儿。别以为真打是什么厉害的家伙，也就那么回事儿。霍尔德姆和路飞对视之后，突然犯病了一样，大笑不止。路飞怒道：“你他妈可别笑了，开打吧！”霍尔德姆一摆手：“你可不要轻举妄动，否则这个小鬼就会被我肚子上的狮子头当大大泡泡糖嚼了。”霍尔德姆这么一说，路飞真的就不动了。只有小菊在一边大喊大叫，嚷嚷着要上，他也不上，就干嚷嚷。路飞这时怒气条还没有蓄满，
看这个进度，续满路飞的怒气条估计还要一整集。看着路飞和霍尔德姆聊得这么投机，只想给他们两人分别拿个小板凳坐下来，让他们慢慢聊。毕竟海贼王辩论会我们还没有看过。霍尔德姆在和路飞聊天的过程中，反复提到九天丸这个名字。小菊听得面色阴沉，他低声告诉路飞，最好还是先不要惹怒霍尔德姆。虽然他是个菜鸡，镇上的百姓也不是很怕他，但是他背后的靠山可是个不好惹的人物。霍尔德姆的大靠山就是凯多手下的三灾之一旱灾杰克，他才是酒里真正的老大。如果把杰克给惊动了，博格镇估计就会瞬间被夷为平地。路飞和索隆愣了一下，随即想到索岛的灾难性毁灭，那不正是杰克干的吗？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正好和杰克还有这笔账要清算一下。不过话说回来，杰克不是被相主一鼻子给抽海里去了吗？小菊虽然对索隆和路飞说的什么佐岛相主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杰克海难事件。新闻报道说杰克落水了，但是他的确没有死。就在前几天，小菊亲眼看到杰克出现在博格镇的门口，所以万万不可招惹霍尔德姆。杰克出动，百姓们就遭殃了。路飞很不爽，已经准备动手了。这时斯皮德带着属下们拉着满载食物的宝船凑过来看热闹。路飞一看到那整整一船的食物，眼睛都直了。小菊解释说，那艘船里的食物是从无污染的桃园里培育出来的，凯多势力和大蛇势力特供。路飞听到这儿，更加想狠狠地捶霍尔德姆一顿。他一想到小鱼饥肠辘辘的跑去喝有毒河水的样子，就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他指了指宝船，转头告诉索隆：“这里交给你了，我去救出小玉。”索隆微微一笑，上前一步，看着一边呆住的小菊，索隆笑道：“抱歉，我们可是海贼，当然要抢了。那个狮子头会生气，得了吧，不把他打死就不错了。”路飞和索隆扭了扭脖子，而霍尔德姆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在那里得意的大笑。不过他似乎感觉剧情有点拖了，还自我吐槽道：“愉快的聊天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干架了。”路飞心想：你他妈可算是啰嗦完了，老子拳头都痒得难受了。霍尔德姆派出小弟们前去围攻，小菊刚要拔子就遭到了霍尔德姆的威胁，只要你敢动，就让小玉直接变成大袋泡泡糖。小菊虚了，索隆和路飞却不虚，索隆直接一刀龙卷风将小兵们卷飞，霍尔德姆立即命令狮子头咬碎小玉。就在这时，路飞和索隆分别闪现赶去两个方向，路飞的怒气值终于点满了，武装的拳头直接砸在狮子头上，将狮子头牙齿都打飞了，成功救下小玉。看到了吗？路飞干霍尔德姆只需一拳头，也有可能只需要两拳头，一拳打狮子头，一拳打他，但是硬生生拖了2级。霍尔德姆一看，必须使用一下的大招威慑一下敌军，肚子上的狮子头喷出一口火焰，点燃了霍尔德姆手里的武士刀。霍尔德姆一挥刀，刀子裂开，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鞭子。这是一把有机关的刀，按照霍尔德姆的说法，没人能逃过这把机关刀的攻击。路飞十分不屑：“你耍什么宝呢？就问你能不能扛住我王路飞一拳头。”路飞抱着小玉和霍尔德姆耍闹，不经意间，路飞瞥见了小玉肿起来的脸颊，忙问小玉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玉眼角泛着泪花，强装坚强地说道：“没事的，只不过是钳子夹了一下子，明明用钳子是没办法把团子拿下来的。”小玉这样一说，路飞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里的火腾的一下烧了起来。看着扑过来的霍尔德姆，仿佛看到仇人。路飞将小玉一丢，开启2档后跳起来：“你这个人渣！橡胶火拳冲！”路飞飞出一拳击中霍尔德姆的脑袋，霍尔德姆惨叫一声坠落下去。火拳冲制造出来了火焰特效，让小玉在那一瞬间看到了艾斯的身影。小玉忍不住飙出眼泪，开心的大喊一声。路飞干掉霍尔德姆，在小鱼掉落地上的一瞬间接住了他。另一边，霍尔德姆的手下们跑去截住了小菊，小菊还想装一下柔弱。小喽啰们一看小菊这个样子，更开心了，威胁索隆把刀扔了，否则就干掉小菊。索隆看了一小菊，冷漠地说：“我可不会救你，拜拜。”小菊一看装柔弱失败，直接火力全开，干掉一个小喽啰。斯皮特看的都傻眼了，没想到这伙人这么厉害。索隆爬上宝船，换来狗子，和小菊一起将宝船送往简陋村。斯皮特看到被一击干掉了的霍尔德姆都懵了，谁会真打居然会被人秒杀，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转过头，斯皮特调集手下去追索隆，夺回宝船。这可是镇上干部们的口粮，被抢走了还了得？路飞背着小玉在后面追索隆的宝船，要赶紧追上才行，否则好吃的都被吃光了。那些围观的小弟们见到此状，不仅不跑，反而包围过来。乖乖，你们的老大被秒杀，自己啥实力没点逼数，哪里来的莫名自信呢？路飞3下5除2搞定了小兵，一看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斯皮德。路飞以为是马，拉着小玉就跳了上去，结果惊讶的发现是半人马。路飞脑回路也是过快，马是马，半人马也可以归为马。既然都是动物，那么小玉的团子应该有效果。小玉连忙摇头，团子对人类无效。路飞道：“不试试怎么知道？
路飞拿出团子哄骗斯皮德吃了下去，结果斯皮德立刻变成了小玉的仆人。由此可见，小玉的能力不仅克制动物，还可以克制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简直就是白手海豚的克星。小玉伏在路飞背上，看着路飞宽阔的后背，他再次想起了艾斯。那一记火拳冲和艾斯的火拳是那么像，仿佛就是艾斯站在自己的面前，用火焰保护了自己。大哥，你刚刚好像艾斯啊！路飞疑惑地回过头，表示什么也没听到。小玉摇摇头，紧紧地抱着路飞的后背。霍金斯带着手下们终于进到了伯格镇，再不来我都怀疑他们的坐骑没油了。霍金斯听闻手下汇报说，霍尔德姆与草帽路飞发生冲突，赶快马加鞭地赶去阻止。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带着竹筐拿着佩剑的人站在了霍金斯面前。光看这把鬼裤就知道是罗了。霍金斯还憨憨地问：“你是谁？”罗看到霍金斯的一瞬间就已经露了杀机。霍金斯认识他和路飞一伙，如果暴露了身份，他们潜入和之国的这个计划就泡汤了，所以必须要当场干掉他。霍金斯的小弟还在跃跃欲试，罗根本没有给他们机会。他冲着霍金斯丢出一颗小石子，霍金斯一愣神，罗一招屠宰场直接进入了霍金斯身前，接着对准霍金斯的身体就是一刀。霍金斯的肩膀被展开，但是他完全没有事儿，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小弟来给自己当替死鬼呢。旁边的小弟惨叫一声，被罗斩成两半。罗又使出一招注射攻击，同样的，霍金斯将伤害转移，一个小弟的肚腹被捅开。霍金斯一愣，这个能力，这把刀，没错，就是那个家伙。霍金斯拔出自己的拖把剑，将拖把剑指向罗，剑变成稻草一样蜿蜒地向罗袭过去，但是并没有伤害到罗，而是将罗头上的竹筐给击飞。霍金斯看到了罗的样子，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霍金斯知道罗的能力很棘手，正在想应敌之策。这些不服管的小弟们可就按耐不住了，纷纷冲向罗。罗微微一笑，要什么来什么，真是一群听话的好马仔。只见罗鬼气一挥，直接将那群家伙拦腰斩断，接着用指挥棒将这些小弟调开，自己瞬移来到霍金斯面前，和他对上一招。霍金斯立刻拔剑阻止，两人对峙半天，各自退开。霍金斯瞄了一眼一群半个身子的马仔躺在地上哀嚎，然后又看向罗：“你挺行啊，把我的替身全砍了。”罗微微一笑，自己菜不说，尽说那些没用的借口。这时又出现给霍金斯打来电话汇报战况，霍尔德姆已经被干掉了，现在已将此事通知给了杰克。罗一听愣了，草帽这伙人不仅抢了人家的饭，打了人家的干部，还惊动了杰克，这下子和这国潜入计划完全泡汤。